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早上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立委李胜峰，早上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昨天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就是原来解放军的辽宁号编队出现在台湾海峡。那这个国防部就讲说，在23号的清晨6点30分，他发布了这个新闻稿，说在22号，也就是昨天的晚间，东沙附近的海域哦，这个辽宁舰它这个编队经过了我们台湾海峡这边，然后从东沙海域往北这样子行驶过去经过。那国军有严密的掌控，然后适切的警戒跟应处哦。那到底是沿着哪边呢？是中线以西还是中线以东呢？那我们看看他这个报道里面讲，顾立雄说，所有的动向都有精确掌握到啦。那透过联合情监侦密切的掌控，通过台海呢，其实它是在中线以西向北驶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啦。那但是呢，他也讲到说，这个2024B 它有一个定调，这个定调让大家又觉得有一点捏把冷汗，因为他喊出来的是这2024B 就是战争是这样子看待，这样子定调吗？他的身份国防部长是这样子看待，我们已经是在战争中了吗？我们来听一下。如果说他真的要进行所谓的，如果他讲的所谓的封锁，我们讲的封锁的话，按照国际法的规范的话，是禁止所有的这个基建都要进入这个区域。那这个按照联合国的这个决议，这个已经是视同一个战争的行为。好，所以2024B 已经是战争了，原来两岸已经在战争中嘛？这样子定调是不是有一点让大家觉得有点怕怕的哟？所以这是为着要拉高战争感吗？还是他要故意把这个事情讲的是对国际发送一个讯号？他说，因为呢，台海的产值占了全球运输的1/5达到2.45兆美金，国际是不可能坐视不管的。那是不是也在发送一个求救的讯号那记者就问他说，如果解放军封锁了台湾，美军是不是会来呢？他说这个是假设性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回答。好吧，那现在看起来真的两岸是兵凶战危了。那不止如此，其实我们看看昨天平潭的这个实弹演练，现在发现到说，其实不光是平潭，就是中国大陆呢有在2个地方进行实弹演练，一个是平潭，另外一个是福州就在这个圆罗湾进行实弹演练。那圆罗湾的时间是早上的8点到中午12点，牛山岛这一边就靠近平潭这里呢，就是我们昨天新闻一直在报道说距台北只有165公里，距离新竹更近119公里的平潭是更晚一点，是9点到下午的1点钟。但是同一时间，我们的澎湖竟然也在进行实弹的射击我们看看今天自由时报这样的一个消息，两岸呢同时进行实弹的演习。那我们是针对这边有一个特定的区域在进行实弹演习。那同时之间，平潭这个牛山岛这边，还有这个黄岐半岛。罗源湾这里也都在进行实弹演习，两岸这样子同时进行实弹演习的一个状况他说这也是澎湖首次进行夜间的射击训练，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擦枪走火？两岸都在进行实弹演习，这个战备的指数是拉到了多高呢？那另外我们看一下，说这个解放军其实也有进入到我们的火炮射击的区域那就是我们讲说在 R39 的禁航区进行火炮射击训练，但是解放军是3度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管制区域，那这是代表着很有可能会有擦枪走火的状况。根据粉专这个台湾 ADIZ 就讲说，解放军呢，我们就跟他广播，希望能够驱离他，有3度跟他这样子的广播所以原来在我们没有知道这个第一手消息的情况之下，有这么危险兵凶战危的状况在昨天发生着呢。那另外呢，从今天开始，美日正在进行
利剑25联合的演训哦，出动了4.5万名的兵力。那现在就是在这个日本周边的空域正在进行当中。他们说这是要展现出来不容许武力片面改变印太地区现状的强烈意志。那说是在暗指中国大陆近期哦，因为在这边的军事动作频频发生的行为。其实哦，如果你时间轴拉长来看，现在在我们的台湾周遭的军演哦，是一个接一个，不光是中国大陆的军演哦，中国大陆等于是在美国的任何联合军演的空档就是中国大陆军演，中国大陆军演完，美国又跟可能美国又跟日本又跟菲律宾又有另外的联合军演，就是在我们旁边好像几乎没有一日是不军演的状况。我们台湾现在已经这么的被战争战火围绕着，可是我们的国防部到底有没有给我们这些讯息？似乎是没有的，都只是告诉你说啊，这一个我们都有掌控当中哦。那现在连冲绳的居民都在反对这个军演哦，甚至还有一些居民呢，企图呢阻止自卫队的车辆从港口上岸，后来被这个军警架离。现在连日本很多的民众都很担心现在台海的状况。那你看，美国有一些动作，在菲律宾这边，他们留下来了他们所部署的之前演训的泰风，那说是留在这边的重型武器哦。另外 MK41 呢，根据美国战区的报道，他们说现在留在关岛的岸上已经安装了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哦，也就是陆基这个宙斯盾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安装好了，这代表着他们也是在做一个回应，可能对于中国大陆这一阵子火箭军甚至是东风的动作，他们也有所回应了。首先我们来问一下盛峰哥怎么看这么多的信息啊，那我们用几个字来把它包装一下。第一个呢，叫做马后炮就是说利剑 B 演习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几天了，那我们开始由国安单位出来说东道西这不是马后炮是什么？那马后炮放也放得好一点放的呢2个内容，第一个是例行，任何军舰、基建通过台湾海峡，我们当然都会关注嘛。这个不关注，那才失职。那我们缴税金，他们是在吃什么，是吧？所以这个是没什么好车要的，这个是必然的。但是我要讲的是混淆，就是这一个顾立雄的这一段是非常严重的混淆的认知作战。就主持人讲出来的，利剑 B 的演习视为战争，可是这里面它有几个前提，它就是要让你去讲这个呢是战争，然后呢后面那一句话是安慰了什么东西，所以国际是不会重视不管的，他是要来图示这一点。可是他这里讲得明白他是有前提的，就是我不公布，但是呢我同时就直接封锁了，我不公布我就直接封锁，这个才会构成所谓的国际法的问题。讲国际法，平常心讲，大陆的人才的深度跟广度跟精度可能比台湾强很多，所以讲这个呢，它的重点就是希望造成一个混淆，说你看很可恶，是在制造战争，然后国际都会制裁，没有这一回事，因为它有太多的前提是不存在的。那再过来呢，就是吹牛什么意思呢？说我们把它驱离了，这个我们小舰长最喜欢讲的。就是广播驱离那这叫驱离，这个不叫驱离是讲完了以后人家走了，你的任务也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就喜欢用这样子来吹牛。第4个是我们要注意，就是在平潭岛的火炮，请不要忘记，今天中国大陆的火炮可以达到300公里的距离，也就是说，从大陆的沿岸可以把台湾全覆盖在这里面。火炮的最大特点就是所有的这个黄弹黄导的这些措施都不能达成的，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注意的是，应该是这个火炮里面对准了哪一个方向去进行演习，然后是用什么样的火炮，它的距离有多少，这个距离台湾会不会被全覆盖，甚至会不会有比300公里还更远的火炮，连我们的东部后山都在涵盖在这里面，这个才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它导弹不用来嘛，以前他们讲说挥弹对准台湾，现在显然不用挥弹了，现在显然火炮
就可以证明全覆盖，而且火炮的发射数量、跟速度、跟密度啊，那比这一个导弹呢又强很多。那这个才是我们要注意的。但是该注意的他没有告诉你，然后该吹牛的他告诉你机理，然后给你进行混淆，给你一个安慰剂，说什么事？说这个呢国际会干预啊，不会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美日的这个演习，我们也不必要夸大来看，因为它是每年例行的演习，它不是针对性，它每年都有进行。今年呢是加了一点人数上增加了，然后呢，美日的这些讲法也不是新鲜，长久以来就是这样讲，他们要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这个不要怎么样子呢？改变现状。可是我也要请问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亚太地区的安全是你美国来这里吹牛的？吹完了牛之后，然后再告诉你我在关岛增加了陆基的导弹，神盾级的导弹，那我在菲律宾呢也增加了导弹，这个是来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不改变现状。那一样的道理，那我到加勒比海去设几个飞弹基地，不晓得美国有什么样的看法。所以从这里，从马后炮开始，那重点把这个突出的目的是给台湾一个安慰剂，说台湾你不用怕，美日是挺我们的，不会啦，他是演给你看而已，你当作真，那你就垮了。好，来请教谢老师。顾立雄他说，这个如果说是进行封锁的话，照联合国的这个规定，国际法的规定啊，那么就是战争行为嘛。那事实上，这一次联合利剑 2024B， 中国大陆的军方这个他的新闻稿写得很清楚啊，是对台湾的要港要域进行封锁啊。事实上已经在封锁了，对啊，所以顾立雄讲没错啊，所以他才会讲说这已经是战争了嘛。那他上次在立法院有这个在野党委员质询他说，如果有战争的话，你的儿子会不会回来当兵？他说到时候看情况哈，再看他们的实际状况，看他们怎么看。那现在实际状况已经战争了，请问一下，你儿子会不会回来当兵啊？对不对？你都说已经战争了，还有呢，你也问一下那个赖清德，他2个儿子都在美国啊，台湾已经发生战争了，他们还在那边，在美国干嘛？每天吃牛排过舒服日子啊，对不对？这个战争都已经，这个国防部长说有战争啊，那到底他们怎么回应呢？那我们才讲的那个林飞帆到底要不要当兵啊？要不要投笔从戎啊？那执政党要不要为民表率啊？对，我们这个你要台湾人民一起来抵抗，那你们这些主政的这个掌权的人。你都不看到你的家人参与，而且都已经躲到外面了，你怎么要我们台湾人民来抵抗呢？这个古今中外没有这种事情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国防部长啊，这个讲话的话，他既然这么讲的这么斩钉截铁的话，那就要有实际行动啊，展现你们保卫台湾的决心啊。那我们这个作为人民的，我们才有所表率啊。我们才知道你是有决心要防卫台湾的，要不然你老是叫我们的高中生去签那个协议，对不对？把我们的高中生都拉进来了，你们自己的儿子呢？我们别的不要讲，就你顾立雄，你儿子呢也在美国啊，那你们的赖清德2个儿子啊都在美国，台湾要打仗啦，现在已经战争啦，你们到底在干嘛？对，你们要回来啦。另外一个就是说，昨天又大陆这个牛山岛这个实弹演习啊，我认为顾立雄要对我们台湾老百姓说清楚，到底实弹是什么样的弹？对，你要给我告诉我们，这个牛山岛你知道距台湾才距我们新竹有多远吗？119公里啊，那个真的非常的近。中国大陆的火箭弹，最新型火箭弹可以打500公里，而且是精准的打的啊。那这个打119公里，那简直是非常非常轻而易举的。如果他用那样子火箭弹打我们的话，那请问一下顾立雄，你有什么对策？你手上掌握我们台湾这个纳税人6000亿的这个纳税金，6000亿台币的纳税金啊！你不要每天像新闻局长一样在那边报新闻嘛，
你要告诉我你的对策是什么？对，你的这个你掌握的实际的状况要告诉我们台湾老百姓啊。你讲了哦，大陆的这一次联合利剑这个2024B，这个156架次的7架次的飞机是有史以来最多的11小时也最多的一次。那很多都进入到我们的应变区。什么叫应变区？你都不讲。对，结果你们跟这些这个 Financial Times 这些外国媒体，你倒讲了很多。你说有36个这个中国大陆的船舰，有25艘都进入到我们24海里的水域。哇，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台湾老百姓讲，去跟外国人讲呢？所以我觉得你们要讲实话啊。不过你今天顾立雄讲的大实话，说这就是战争。那你们做了什么？对，你不要知道动员我们的高中生啊，你先把你自己的家人先动员起来吧。还有民进党这些坐领高薪，然后呢拿着党证到处怎么骗吃骗喝的，你们这些青年党员展现一下你们爱台湾的决心吧。顾立雄出来呼吁一下吧。还有黑熊部队也不知道在哪。如果现在视同战争的话，我们已经进入到备战状态了吗？我们来问舰长。国防部长顾立雄说啊，国际不可能坐视不管。我想请教一下，那个5月23号的联合利剑 204A 谁管？那前一段时间联合利剑 204B 谁管了？当然，这些黑熊啊，或者是很多都会说那个美国跟加拿大的军舰有通过台湾海峡，对，结束1个礼拜以后才来，这个叫做有管啊。那更不要讲说，在2022年的时候，你喊雷根号，雷根号有回来吗？没有。这一次大家在想说，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应该要回来了吧？也没有，一路向东走，一去不回头啊。那至于说牛山岛的部分啊，顾立雄一定不会讲的啦，因为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不过小舰长跟大家报告啊，也就是说，其实它的这个位置啊，我们看这条白色的线啊，叫做领海基线。领海基线往外推12海里都是领海。那我们来看看它的超演区的最外围，距离它的领海基线多少？6.15的海里，意思也就是在它自己的领海里面，进行火炮试射，我都不晓得这到底招谁惹谁了。那大家觉得这个很近啊，但是大家有看过牛山岛长什么样吗？小舰长也没去过啊。不过现在 Google 很方便嘛，我们大家看牛山岛也不过就是这么样一个丁点大的一个小岛，它上面有一个灯塔，那个还有那个其他都是一个非常贫瘠的小岛。有人说，那个灯塔很重要啊。你确定你在台湾看得到那个牛山岛的灯塔吗？看不到的嘛，你连海峡中线都看不到，不要再自己秀下限了。那另外他们这一种对于沿海的小岛进行这样的军演，是很特殊一件事吗？并不特殊啊。为什么？因为其实没有人愿意对这个解放军到底在做什么样的军演仔细的研究。可是小舰长有，我们来看这个2020年跟2021年他都有做，你看这都是在小岛这边，这是什么浪冈山啊，或者是鱼山列岛啊，或者一江山这边，他通通都在这边做军演。为什么？他其实他的每一次的范围都很小，他其实最主要的在2020年他是武装海岛，然后巩固他近岸的空防。可是到了2021年，他就已经反低空破防，嚇阻抵近侦察。所以之后我们看得到解放军跟美军的军机一直在那边挤来挤去，就是因为解放军寸土已经不让了。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事情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至于说他们讲到说，讲到这个提风就很有兴趣就浑身是劲那但是你看看人家怎么讲的，也就是美国陆军有兴趣缩小提风的那个陆基飞弹的那个它的大小。为什么？因为现在太大了，要部署，要进行兵力投射很困难所以不要自欺欺人，你就是只摆了一个单位在菲律宾，然后只是恶心大陆而已，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看这个难过的画面哦，加萨的悲歌，在网络上面流传了一段画面哦。这个是战地记者拍下来，他用手机拍下来，他就发现到说有一个小女孩看起来非常的瘦弱，但是呢，她肩上还扛着妹妹，因为妹妹受伤了，她自己这样子走了2公里哦，要去帮妹妹找医院、找地方救治。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画面。ليش هيك حامل اخوك؟ انت عصبني نسيت. طيب وين مودياها؟ بدي اروح عرشتنا. وانت مش تعبانه وانت حاملاها هيك؟ تعبانه ولا لا؟ تعبان وساعة بحملها او مش قادرة. 对，看到她妹妹比她还小一只哦，2个小姐妹这样子。其实这段影片蛮长的，后来他们就这样子一路跟着这个小姐妹。那个记者就是想要保护这个小姐妹周全哦，跟着他们一起走。后来到了这个医院去，但是这个就反映出来很多在加萨的小朋友们，可能家长都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得要自己这样子哦，可能剩个手足，2个人勇敢的活下去，这是多么让人家难过的一件事情哦。那另外呢，因为现在加萨的整个北部是被以色列给封锁，所有的物资是没有办法透过道路的管道进去的。那所以有一些是靠着空投，但是就连空投都会发生意外，有3岁的小男孩被这样空投的物资给硬生生砸死。所以你看到这个联合国的官员在讲说，这个加萨麻烦赶快停火了，到处都是死亡的气味，这是一个怎么样绝望的一个地方，这是怎么样一个被美国给遗忘，然后给不被人权重视的地方呢？那我们再来看看哦，这个黎巴嫩的南部黎南是不是要变成下一个加萨了？现在目前以色列的空军哦一直在袭击这边的真主党啊、拉德万部队的一些指挥中心啊，这样不断的在空投这个炸弹啊，然后袭击，是不是黎南也越来越像是加萨2.0呢？就连他们的一些医疗机构都照样空袭，然后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伤，原本在里面就医的人无处可逃，只能这样在那边等死吗？那我们看现在他们这种轰炸甚至还直接对准了贝鲁特。原本他承诺不打贝鲁特的，但是就连真主党发言人他在这边举行这个记者的发布会哦，都要临时赶快逃走。那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以色列发动了对于黎巴嫩贝鲁特的空袭哦。真主党的发言人他原本正在说话，后来因为有这个空袭发生哦，大家赶紧包含了媒体哦，紧急的疏散。其实，在这一次以色列对于加萨还有这个黎巴嫩的这些攻击的这些等于说算是战争之下呢，也有非常多的新闻从业人员因此而丧命哦。那我们看看现在黎巴嫩真主党回击8200部队，因为就说这一次这个包含了 BB 扣爆炸事件，就是由8200来发起的这一场行动哦。那所以他们现在对于8200所在基地发射了一连串的火箭弹，然后也对他们的海法海军基地发射了多枚的火箭弹。那可是呢，现在纳坦雅胡有新一波的一个算是攻心战啊，他对于真主党所在的地方，他们现在投下来的是用传单这一块地方，我们马赛克的地方就是辛瓦的遗体照。他们就讲说啊，这个用阿拉伯文写下，哈马斯不会再统治加萨，空投到了加萨的南部。那现在目前以色列加大力度哦，就说连这个纳斯鲁拉的潜在继承者哦，也已经被他们击杀，但是他们的所有攻击的动作都还没有停下来。那伊朗现在打算，他们说现在正在密切的注视这个地区所有的美军基地哦，是不是也要开始对美国有所动作呢？他说不会准许那个邻国，已经向他们都有保证了，不会准许以色列或是美国利用邻国的领土领空来攻击伊朗，所以现在都在戒备状态，甚至呢，我们之前有讲到说沙国跟伊朗他们算是世仇，但是现在竟然已经要站在一起来举行首次的双边联合军演，是不是真的已经受不了美国以及以色列在这边掀起的这一场战争？许多的阿拉伯的盟友哦，也在加强接触伊朗，就是现在开始在边缘化以色列。很多阿拉伯国家现在已经站在一块儿了，连伊朗现在也要在赶紧来购买一些战机。现在传出他们要来透过巴基斯坦来购买大陆的枭龙战机，来做一些相关的戒备动作。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季老师怎么看？
像加萨这个可怜的小女生啊，我想她只是成千上万的这些儿童的一个命运的一个缩影对，那真的她可能还不是最惨的，有的可能已经葬身在瓦砾堆里面可能连尸骨都无存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打法就是这样打法，它不分平民，不分儿童，不分妇孺，不分战斗人员它就是一颗炸弹下去，就是把你整栋楼全部炸掉。对，而且他用的都是美国的钻地弹，他都是从那个我看过他那个炸弹打过来的话，都是打到那个建筑物的最第一层钻进去，所以一打完以后，整栋建筑物就是往下塌下去。那个建筑物基本上有的时候10层楼、8层楼高，那里面很多基本上就是公寓嘛，房子，那就是里面都住的像这位小女孩一样，她可能她的家人都住在里面。那所以这个过去以色列这么一段时间1年多在加沙狂轰乱炸，死了大概43000人，还有将近10万人受伤。对，这43000人里面很大一部分是儿童跟妇女对，所以这个小女生我觉得她还能够保存性命还能够跟她的妹妹还能够这个保存了他们性命，她可能还算是一个幸运者。那这类的事情，西方的媒体是不会报的。对，我上一次看我最近看到 CNN 在报什么呢？在报这些被哈马斯释放的那些以色列人质，到现在还是以色列那些人质还在报，然后就不断的报这些以色列的人质当时他那个恐怖的经历。可是呢，以色列人质我不是说数目啦，是不成比例的。跟这些以色列这个哈马斯这些巴勒斯坦在加沙走廊在巴勒斯坦这种儿童不成比例的，数目上是不成比例的。现在我觉得更令人发指的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把在加沙那一套打法又拿到了黎巴嫩的南部来打，而且呢，已经不是在这个过去边境30公里左右，他直接去打贝鲁特了。贝鲁特距离这个边境有90公里，而且贝鲁特是黎巴嫩的首都，是另外一个国家。以色列凭什么说打就打，说炸就炸？同样是一样，一颗钻地弹下去，整个房子就垮了，然后又造成里面不管是你今天是真主党也好，还有很多平民可能更多。所以这种打法，这21世纪的国际社会发生这种事，还有一个国家不断提供他钻地弹。然后呢，还要站在这个以色列这边，然后他天天说他在维护国际人权，这个国家你们都知道有这样哪个国家，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的乱源在哪里了，谁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不遵守国际法的国家。好，来请教申峰哥。面对西方不断的造谣，中国在新疆对穆斯林的维吾尔人什么奴工什么这个人权迫害等等，这一些的造谣已经好几年了，至今证明就是一个造谣，但现在他们仍然乐此不疲，以此来彰显自己对穆斯林对人权的维护。但很讽刺的，所有的穆斯林国家没有人去声援或者回应西方的这个造谣。但是我们面对活生生的穆斯林的加沙也好，真主党也好，如此的被屠杀，而整个的西方的社会是不说话的。面对谣言，他们很认真的在传播；面对这种活生生的对于人命的残害，对于人生存尊严彻底的毁坏，西方是不讲话的。因为对于造谣维吾尔人是有利于西方，对于以色列去屠杀这一些穆斯林的这个加沙巴勒斯坦人也罢，真主党人也罢，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符合犹太的利益，符合以色列的利益。那假如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天天挂在嘴上讲普世价值，听了都讲恶心。其次我们来看看，就是整个的中东里面
两个影响中东最重要的大国，几十年来是对立的。这个对立的原因有历史的因素，也有强国在那里鼓动骚扰的因素。中国的努力让这两个世仇的波斯人跟阿拉伯人、逊尼派跟什叶派握手言和。这个握手言和大家都在看，是真的假的，是做面子的，做形象的。但是今天以色列疯狂的做法，美国没有标准、没有价值的双标的做法，就让这两个世仇不只是握手言和啊，现在是决定用行动来表示他们的态度。那只是可惜，在中东这样的一些国家里面，即使他们两个联手了，也只能表达一个态度，仍然对抗不了美国这一种不仁不义的做法。好，来请教舰长。今年的7月31号，以色列斩首了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当时就说过，哈尼亚已经是一个最温和的一个领导人，结果上来的新亚只会更强硬。果然没错，他很强硬，所以各种的谈判，当然以色列也不想谈判，所以现在我们看10月7号，这个辛瓦他一样也被斩首。那如果我们看刚刚那个两个小女孩的故事，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仇恨只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他们一定记得当初怎么样扛着妹妹去就医的，爸爸妈妈在哪里不知道。所以我们这样讲哦，现在整个已经打成这样，从加萨走廊一直打到黎巴嫩南部，然后这样子的打。那我想请教一下啊，那个我们一直在谈到相关国际法，刚刚那我们的国防部长也在谈国际法，这一个已经被国际刑事法院以这个战争罪通缉的纳坦雅胡，有被实质上有被限制吗？没有，他一样的出入美国，一样的到处爬照。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就告诉我们了，其实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好不容易大家捐弃成见所建构的这一个联合国体系，以及各种的国际法体系，在这个以色列以及在美国这两国的那个操弄之下，现在根本没有人相信这个组织。那也就是我们等一会儿下节就会谈到金砖，也就是这个原因。那但是呢，我们这样子讲啊，现在为什么伊朗会跟沙烏地阿拉伯两国要去进行军演？这个尤其是海军的军演啊，不是我们在一起那个火炮射击放砰这样的，不是。最重要的海上的操演要突破的，也就是通信的问题。通信这个也就是我们常常在无论是菲律宾海或者是南海，美国带着日本、菲律宾还有澳大利亚做的共同可操作性的军演。那最重要的是什么？通信啊，通信也就是把你的相关的一个通信的规程、相关的这个密语，全部大家都一起使用。所以如果都已经军演了，表示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其实都已经不相信美国在中东可以成为一个责任的承担者。这个时候，我们看看当初这两个国家是怎么样走在一起的，不是就是大陆撮合的吗？那现在真正的大国、真正的单极，恐怕就是中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马上来关注一下这个金砖峰会哦。那当然，大家聚焦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这个普京的碰面哦。那习近平的专机呢，抵达了喀山出席金砖峰会，俄罗斯的军机哦也是在旁边伴飞啊，表达出来对于中方的重视哦。那在喀山国际机场也看到礼宾在红毯的两侧列队致敬，甚至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女性青年，她们穿着民族服饰哦，用传统的礼节来表达对于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欢迎，甚至俄罗斯的民众也在排队这个夹道欢迎着。那除此之外呢？普京当然这一次也是用一个非常高的规格，以朋友相称来跟习近平相见了。两人这次的相见呢，其实看到普京早早就已经站好了，要等这个习近平入场哦。那习近平也强调了，就说中俄现在已经探索出来相邻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即便呢现在世界很乱，但是中俄世代的情深不会变，中俄的关系也在风雨兼程中这个砥砺前行。那目前金砖合作机制哦，也是这个他说是全球来说最重要的，包含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平台，也要实现世界多极化。普京也回应了，他说习近平是我亲爱的朋友，现在俄中关系是现代世界两国合作的典范哦，也会继续来建立公正的世界秩序，讲的就是讲给美国听啦。那再来看到了，现在很多国的学者哦，都在讲说这个大金砖的合作以及大金砖时代的到来。他说，金砖国家就像一艘大船哦，在德黑兰的这种学者眼中，他说中国大陆就是发挥一个锚的作用啊，在这个金砖里面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角色哦。那其实现在包含了越南也想要加入金砖，现在范明政也去到了喀山峰会这边，金砖峰会这里哦，说要来加强跟各国的合作，连莫迪都来了。这次莫迪来为什么这么引起大家瞩目哦？因为中印之间的关系之前也是被美国挑着，就是好像有一点矛盾冲突嘛，然后又在跨的里面，他也算是一个成员。可是这一次呢，他特别去出席哦。那包含了印度的外长苏杰生就讲说，现在中印已经边境问题达成了协议啦，所以现在中印的关系等于说已经是和缓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印度的媒体的舆论哦，也是在讲说，希望这一次呢，莫迪去到金砖峰会哦，可以跟中方的领导人见面，而不是像去年一样场边这个简单的会晤，而是一个正式的双边合作。所以莫迪政府换句话说已经发现了，他们过去在安全问题上面跟中方一直这样子在边境冲突哦，其实对于他们印度经济发展的战略是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那你看看他们这个有一些媒体啊，美国媒体讲说，其实那个中俄现在拉拢莫迪，其实可以让这个习近平在西方跟印度之间制造裂痕呐。所以他们讲的是说这个是中方的盘算，但问题是这个等于说东协国家或者印度，他们并不是这样子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凯硕这位学者那他常常在这个国际局势里面，他有发表一些重要的言论，也是这个传承自这个等于说李显龙什么他们这些李光耀这样的一个基金会里面的一个理念哦。他说世界不再是受到这个西方文明支配，事实上西方正在失去世界。印度如果想要融入全球的供应链，就得融入中国，而不是站队在美国那里哦。那换句话说，其实美国自己本身很多企业也非常非常需要中国大陆的市场。最近库克又跑去北京了，那他就讲说在微博上面很高兴再次回到北京这样拍摄了一段画面，因为大家在瞩目说这个 Apple 的 AI 功能其实还不支援陆版的这个 iPhone 16，所以他也是很积极想要拓展中国大陆的市场。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呢？因为华为新手机快要上了，人家讲说这个时间点是不是赶快又来造势一波因为马上要对决它的可能是 Mate 70那除此之外，你看像 Intel 跟波音都反映出来，美国的制造业昔日是在全球呼风唤雨但是这两家企业现在完全彻底的逆风，总市值下跌只剩下一半这不只是对于股东的考验，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灾难。那昨天还有一场这个记者会，大家在瞩目，就是华为正式宣告脱离了 Android 系统，他们的纯血鸿蒙的正式发布。我们来看看余承东他讲，他说我们用10年做了欧美30年的事。
我们大家知道，长期以来这个操作系统主要是被美国所主导的鸿蒙操作系统实现了全面突破，可以说我们在操作系统的研发这10年，走过了欧美同行30多年所走过的路，实现了操作系统的终端操作系统的自主可控。今天，鸿蒙生态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我们已经有15000多个鸿蒙原生应用和原服务上架了。好，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我想这次卡3会议，其实大家看的就是两强啦，就是俄罗斯跟中国。那么俄罗斯、中国的这个结盟联手的话，事实上是可以改变世界的这个政治的格局、经济的格局还有社会的格局。那么另外就这个金砖这个组织它本身它的代表性远高于 G7。G7 他们讲是西方，他们就是 West， 中间夹了一个想要做西方的日本对，因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就已经脱亚了嘛，它是属于欧洲的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欧洲跟他们这个欧洲相关的国家一个组织，那个没有代表性的。我们今天这个地球上除了欧洲还有什么？还有亚洲，还有非洲，还有南美洲，还有大洋洲。你怎么用一个地域的一个小集团就可以代表全世界呢？所以这个西方这种概念注定它会走到死胡同里面的。那现在这个金砖，你看亚洲对不对？欧洲这个中亚、中东、南美洲、非洲。都有所以它基本上它的代表性就不一样。你说谁是代表全球化？金砖比你的西方的 G7 要强多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文明的角度来看，我们讲这个地球上不是只有一个西方文明，这个地球上还有什么？还有中华文明，还有什么俄罗斯文明，还有印度文明，还有非洲文明，还有中南美洲的文明，还有这个东南亚的文明。那在这个 G7 这个西方所谓主导世界的这个 G7 这个体制，它有吗？它没有代表性，它这个地理的代表性也不够，文化的代表性也不够。可是很快的，就是因为他们这种代表性不够，看现在这个金砖组织就出来了，它就是真的可以有全球性的代表性那当然这一次这个除了这个金砖10国这个领袖之外啦，那么越南也派了他的总理去，然后呢，巴基斯坦总理也去了，土耳其的总统也去，埃尔段也去了，蒙古的总统也去了，还有最有一位很有代表性的古特雷斯，联合国的秘书长，他也去了。所以从俄罗斯的角度上来看，这是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以后他的外交上的一大胜利。对，也就是西方用尽了全力要孤立俄罗斯。把普丁孤立，可是呢，这一个金砖会议，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世界不是被西方被美国跟欧洲这些国家说怎么样宰制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金砖会议开的就特别的具有意义啦。我觉得就是说，不是西方国家的议员应该去支持这一次的会议，给这次会议更多的认可跟支持好，来请教盛峰哥。假如金砖会议里面的最后的声明，如同现在看到的草案里面会出现的最后一条第4条，那就很有意思了。他说只有联合国通过的制裁，我们才会支持这样的制裁。这就是对美国当头棒喝。现在要不要制裁都是美国说了算。现在金砖假如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决议的话，那就很有意思。也就是说，以中国为首的这一个金砖将带领了这一个 G7 以外的国家重新走回到联合国作为国际整个只要秩序的规范的场地。这个呢叫古特雷斯为什么要去？因为把联合国的地位重新又把它给擦亮了。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印度只有一个选择，敌夫有夫。把中国要当作朋友或当作敌人，他们试着要把中国当作敌人，几年下来的结果，发现没有人把你当作敌人，只有你把别人当作敌人。最后的结果，你也只有必须要容忍
因为你不融入中国的整个的供应链，不融入到中国的整个的经济系统，事实上，西方的你融不进去，金砖的你也融不进去，那你能够独立来成为第三方吗？这个事实上是不可能。政治上可以吵一吵，身体是诚实的，就如同顾客一样。库克今天为什么还要走中国？很简单，他的供应链不能没中国，因为他试过了，离开中国的结果还是要回中国。他的市场14亿有消费的人口是在哪里？是在中国，不是其他的地方。他眼睁睁的要拱手让给华为、让给 vivo、让给小米吗？他也不甘心，所以他也必须要回来，因为资本家对金钱是很诚实的。那最后呢，就是要来看一个华为的这一个以一己之力来对抗世界最大的强权，最后他的成功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越压中国，中国是越崛起。理由从当年的钱学森要离开美国，所有的资料、所有的研究、所有的书都被扣留在美国的情况下，把钱学森孤身放回来了，结果两弹一星出现了。那当时苏联援助中国，因为中国不听他的话，最后撤离了，他看你怎么办？结果中国真的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了。在这一次的中美竞争里面，大家认为中国会被打死了，结果你看到的中国是力争上游啊！今天不但是压不扁的玫瑰啊，而且是长得很灿烂的玫瑰花啊。这个里面等等，就是告诉一件事情：世界是需要中国的，只有一个地方最勇，这个地方最猛，全世界都需要中国，但是台湾不需要中国，这样的地方最猛啊！就这样，谢谢。好，来舰长。其实台湾最需要中国。我们看，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国家？不就是大陆吗？那在1980年代，所谓的雁行理论，最前面的那只雁是日本，但是进入了2015年，建立了那个中国大陆的供应链之后，现在为什么印度它必须要跟中国？在这个边境问题，然后达成一个共识，印度不是很硬的吗？不是很自以为是的吗？为什么现在必须要这样做？因为整个大陆以及东南亚已经结合成一个供应链了。你如果印度不整合进来，看到了没？那个红海说走就走啊，说离开印度就离开印度啊，你少了多少工作机会？所以只能够在金砖会议前一天来宣布说，我们现在中印两国对于边界巡逻问题已经解决了。那更别说马凯硕他是怎么形容金砖的这些国家的？他说金砖是日出俱乐部，那 G7 呢是日落俱乐部。他这样讲有没有过头？我们看用数字来解释。1992年的时候 ，G7 它的 GDP 占了全世界的45.5%。那我们讲到的金砖这些国家占了16.7%。可是到了2023年的时候，那个G7 它只占29.3%，然后其他那个金砖国家已经占到37.4%了。